家，我是凯。今天要分享的生酮饮食食谱是无需蛋液、无需奶制品，甚至不需要杏仁粉、椰子粉、燕麦纤维就可以做的生酮流心斑斓月饼，希望你们会喜欢。我的频道会分享生酮、低碳、无糖的健康食谱，感兴趣的小伙伴记得订阅我的频道，并且开启小铃铛才不会错过每次的分享哦。那话不多说，我们开始吧。首先我们来准备花生泥，这是泡了1个晚上的花生，还没泡的花生总共100克，来做5个50克的月饼会多出来一点点。其实花生泥和绿豆沙的用途是一样的，只是碳水更低。以前试过用其他果仁一样可以做，不喜欢花生味太重可以试试去皮杏仁，甚至是夏威夷果，只是成本会高一些。其实这次我做的不止100克的花生，处理好了可以收起来，以后来做其他食谱。这次做的花生泥我冷藏半个月再来做月饼，没有变质或发霉哦。100克的花生可以做大约185克的花生泥，花生滤掉水后用水大概洗一洗，倒进盘子里，铺平，上锅蒸45分钟，蒸会比水煮有效率哦，因为水温度最高100度，水蒸气温度更高一些。蒸好了的花生放进搅拌机里，或是任何的容器里，加入水就可以用搅拌机搅成泥，水的用量足够搅动花生就可以了，多一些也没事，等等还是需要炒干。接着就可以放锅里炒了，记得要用不粘锅哦。在炒的过程，如果看到花生颗粒，记得挑出来，不然会影响口感。如果刚刚加的水太多，这一步炒干就会花很长的时间。炒到像这样抱团就好了，如果没有要直接用，就等放凉后密封冷藏。这次我们做的素食生酮月饼是生椰斑斓口味的，其实也不是我随意搭配的，是因为花生的味道会比较重，跟斑斓和椰香更适合搭配在一起，做其他口味的话就会被花生味盖起来了。这是冷藏半个月后的花生泥，我们取80克来做斑斓馅料。接着需要2片斑斓叶，差不多10克，剪成小段，加入食用水搅成汁。没有新鲜斑斓叶也可以用斑斓精华代替。过滤把斑斓汁和刚刚的花生泥一起放进不粘锅里，然后加入15克的阿洛酮糖。这次一样不建议用赤藓糖醇哦，因为放凉后会结块变硬，口感就不那么顺滑了。15克椰油让馅料更油润。上锅开始炒干，边按压搅拌均匀。炒到最后是这个状态，接着就可以离火了。大家也可以用这个馅料来做翡翠月饼哦，看看它们的质地是不是和原版的一模一样。接着把它分成20克1个的圆球，先放入盒子里备用。这是应该提早1天做的生椰流心馅，在可微波碗里加入5克阿洛酮糖，1/8茶匙黄原胶，不要加太多哦。先搅拌均匀，以免等碰到液体结块，顺便把结块的代糖压散。加入30克的椰奶，先搅匀，然后微波加热30秒，最后补点盐巴，再搅拌均匀。这就是月饼流心馅最后的状态，不会太稀，但还有流动性，我觉得这样刚刚好。大家如果有专做5克流心馅的模具会更好，不然像我这样用大一点也没关系。冷冻变硬了取出来，包进去刚刚做好的生酮斑斓馅。因为不是圆球状，很容易露馅，
大家要确保流心馅豆被包裹住哦，都包好就可以放冰箱冷藏。最后我们来做生酮月饼的外皮，我们会用到20克的阿洛酮糖，1/4茶匙黄原胶，一样先搅拌均匀，再倒入60克的椰奶增香，然后先搅拌均匀。因为想让食材表更精简，这次我们不用任何生酮粉类，只需要刚刚做好的花生泥来做，会用到90克，大概搅拌均匀，然后再上锅炒干，直到这个质地。本来一开始应该和斑斓汁一起炒的，但是我偷懒，打算用斑斓精华来代替。像这样炒干后，就可以用牙签沾点精华抹在上面，然后搅拌直到均匀混合。这是生酮月饼皮最后的质地，没有用粉类，所以非常细腻。大概放凉后分成25克一个的圆球，开一个窝，再把馅料包进去。这个外皮几乎不会沾手，但是戴上手套操作应该会更容易一些。确保收口搓圆就可以了。50克的月饼模具里刷油，月饼表面也抹油防粘，最后小心放入模具，然后压模。我们纹路清晰的生酮月饼就几乎完成了。因为馅料都是熟的，我们只需要送烤箱烤干一些就可以了。145度 C 烤8分钟。这次做的生酮素食月饼看似复杂，但其实用4种食材就可以做，真的很方便。大家不妨试试，也欢迎大家继续点菜哦。如果你喜欢这次的分享，记得为这影片点个赞。那我们过几天见喽，拜拜。